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组的朋友，在新的一年开始你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好运，什么样子的好消息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呢？好，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是愚者牌跟宝剑三好，圣杯五。好，这三张牌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有关于感情关系的好消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正在脱离一个让你觉得很难过、很受伤的一个感情的关系中，而去显化出一个真正爱你的，或者说真正对你有注意的一个关系。那也有可能你们是在某一段关系中，你跟某一个人脱离了一个比较就是让彼此心痛的局面，进入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良好的循环中。所以有可能的是你们告别了一个旧的、不好的、有毒的关系，那也有可能是你跟你现在的这个人虽然跟你有一些纠结，跟你有一些牵扯，有一些这种撕裂，但是你们两个愿意往好的方向走，两个人有一点把那些矛盾跟误会握手言和，愿意去和谈，愿意让这段关系导向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把过去的那个失落，或者说过去的那个关系中比较尖锐的部分放在后方，两个人一起迎向前方。所以在新的一年第一个我感觉到你们会觉得很开心。过去可能你会觉得在人际关系的那个互动上都很多的虚假，就是你对我好是因为某种利益交换就是你们会觉得人跟人的互动没有那么的真心，没有那么的纯粹，都有一个背后的他们想要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一张牌这个愚者牌，我觉得接下来新的一年你们在跟别人互动上，第一个就是在心情上，你们更愿意去开放，更愿意去感受到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给你们的爱，有一种大爱，有一种无条件的爱将要降临在你们的生命中。好，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们就是现在还对于某一个人就是很心痛，或是对于某一段关系你常常都会想他，就是想得很难过，就是不知道要不要放手，还是说关系有继续的可能的话，我觉得在新的一年这个局面，你们会做出一个决定，不管是你要选择离开，或是选择跟这个人一起面对你们的这个现况，这个选择做出来之后，会让你有一个海阔天空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其实你们的这一组牌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他就是在看照着你，他就是在关注着你。宇宙其实很疼你们，他也希望你可以回到一个比较单纯，或者是比较像孩子的那个状态，不用想太多，好好的去接收爱，好好的去享受爱。而且这边还有一个讯息是要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当下看起来是一个令你心痛的宝剑三的这个事件，你可能觉得你遭遇了这件事情，让你很纠结、很伤心，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样子的倒霉。但其实这中间它是有好处的，只是这个好处可能要你们过比较久之后才能体会出来。我觉得你们慢慢会明白，宇宙给你的爱，它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有的时候这一条路，此路不通，不见得是它要打击你，而是它要让你看见，其实这个世界很开阔，你们可以自由的去奔跑，不一定要真的去纠结在某一件事情或某一段关系上。宇宙想要告诉你，就是放开心胸，去奔跑，去欢笑，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你们正在显化一段美好的恋情以及美好的这个人际关系，所以你们不用再长时间的沉溺于好像这种很悲伤的一个心情。至少我觉得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们整个在心情上会变得很开心，会变得有一种挥别阴霾的感觉，重新迎接太阳。你们会看到生命中其实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比如说为你现在所拥有的事情感恩，或者是为你曾经拥有的事情感恩，为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感恩。所以这一组的朋友看见你们的心中其实会被很多的爱填满，你对你自己的爱，以及
宇宙给你的爱，你会在很多的地方，就像小孩子一样纯真的这个眼睛去发现美好的事情，然后内心的那个情感，我觉得是充满感恩，也充满开心跟幸福的。好，接下来是这个圣杯一哦，宝剑女王，好，还有塔这张牌。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如果你们现在或者说过去在工作上有面临一些情境，或者说有一些在工作上人际关系的不愉快的事情哦，这边其实要告诉你说，这件事情，这些不愉快的一个状况哦，它是会被解决的。那你们此时此刻就是不要太钻牛角尖，以及不要用一些太尖锐的方式去处理人际的一个互动。比如说，我就是要报复他，或者说我就是要去把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先出来。宇宙告诉你们说，其实你暂时的冷静，暂时的低调，其实是可以让就是这些东西啊避一避风头，过去之后会有另外一片天空。这个是一个塔的能量，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特别是如果你们现在是一个比较低潮的一个状况的话，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你们先暂时低调一下，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适合你们的，然后待遇也比较好的工作机会出现。所以你们可以先暂时的忍耐一下，但是你知道这个忍耐不是永久的，它是为了接下来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好，在你们运用宝剑皇后啊，本身是一个睿智的牌哦。你们其实本身是聪明的，你们知道，我觉得你们其实知道应该要怎么做，只是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就是那个脾气压不下来，或者你有一个情绪在，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一个明明不是对你最有利的方式，但是你脑中是知道哪一个方式对你比较有利。不管是在处理情感或是处理工作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这组牌就是让大家多冷静的去想一想，其实你们会有很美好的一个收获。用你的这个睿智的头脑、理智的头脑去下判断，其实你们会得到一个我觉得算是属于你们的丰收的一个成果。那如果你们曾经真的是在工作上有遇到小人，或者有遇到有一些人背叛你的话，宇宙想要告诉你哦，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还有人会关心你，有人会给你第一杯茶，有人会在你最失落的时候来拍拍你的肩膀，或者是温暖你。你们会有这样子的贵人出现，那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女性的贵人的能量，她可能会帮助你，给你一些解惑，给你一些开导的能量。很可能她就像是一个这种姐姐或者是妈妈的能量，她会跟你分享一些事情，让你会比较释怀嘛，就是你们不会再对于工作上或者在人际上的一些事情钻牛角尖。好，这一张牌是吊人牌、恶魔牌、权杖四。有一些朋友，你们好像在困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也许是感情的状况哦。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目前有一些三角关系，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不知道要怎么选择，就是你要选择现在的工作好，还是你要放弃现在的工作去跳一个就是自己出来创业，或是转换跑道等等的。有些朋友看到你们心中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是说在工作上，你们都会有一个可能生命中出现了其他选择，不知道如何选择，因此你可能暂时还僵局在这，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做。有一点就是因为不知道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你们就停留在这边，不知道要怎么下判断。好，那这边呢，我还看到
这边有一张恶魔牌哦，其实你们的这个选择啊，其实最后会跟你内心最原始的这个欲望受到这个东西所驱使，会随着你内心真实的这个想法往前走，就是某一方面而言，你抛开了这个世俗给你的枷锁，甚至有些人是道德，或是说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你们更追随内在的本心，我究竟想要什么？好，如果我想要钱的话，我就真的往前去走，或者说我真的想要一段令我快乐的关系，我就去找这个令我开心快乐的一个关系。好，你们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牌面上要你们就是真诚的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欲望是什么？为什么要真诚的面对自己？因为一旦你忽略一旦你忽略了你自己最原始的那个欲望，那个想法真实的声音的话，你们做出的选择可能会后悔。可是你一旦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即使它是黑暗的念头，即使它是好像被什么东西束缚或捆绑，但是你只要去正视它，其实你们最后会走到这个权杖四，它是一个看起来是令人比较安心的这种舒适的两只小猫相互依偎的在这个窗边看风景的这张牌。所以你们要正视自己内心真实所想的，不管外界别人的声音给你的评论是什么，你要唯有去选择，唯有不去亏待，做出一个不会亏待自己的选择，然后也是让自己开心的选择，你们就有机会走到权杖四。然后这边呢，我还看到过去有一些朋友，你们很可能因为一些内在的因素让你们在花钱上有一点，有时候钱就这样子不知道怎么就没了，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买一些东西，然后钱就默默的不见了。或者有些朋友你们会想要去买一些东西来装扮自己，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等等的。好，可能就是这几年下来你会发现我自己好像没有存到什么钱，或者是说可能当你存到一笔钱的时候，就有一些意外，或者说诈骗，或者说有一些诱惑，让你把你辛辛苦苦存到的钱又失去了。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我接下来看到的是在追求金钱上其实你们还是有这个金钱的欲望跟物质欲望还是有的，但是你会把它转换的更加的正面，而且你们接下来是可以存到钱的，你们会用一个正向的方式去面对你心中的对金钱的那个渴望。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心中是不是一直都很想要去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因为你会觉得那个有一个住所对你来说真的是很有安心感，你们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名下的房子，然后你很希望自己的就是生活的一切都可以很朝着自己这种理想的方向发展，可以存到足够多的钱，然后去做你想要做的休闲娱乐，不用担心金钱的这个状况。这件事对你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可是你们过去可能心里有一些恐惧，让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达到那样子的状态，可能是你觉得房价太贵，或者说你觉得你做的这个工作赚不了什么钱，或者是它的天花板是有限的，就是你们有一些限制性的想法，让你会觉得要去达到一个让你比较舒适的生活状态，凭你现在的能力好像不可能。好，那牌面上其实要告诉大家说，跳脱出来这个观念你们要买房子，也许它不单单只是靠你现有的薪资，也许你们会有其他的方式不管是斜杠也好，或者是说你身边会不会有人去给你什么样子的资助，你们会不会得到来自于其他人的一个帮助，一个建议，可以用一个很合理的价格，或者说你可以负担的价格去买你们所想要的东西，你们所想要的房子。还有一个讯息是你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些比较这种像是长期的投资，它是可以带来这种复利效益的一个回报的，类似在金钱上做一个良好的投资，就是让你们不用把想要达成某一个稳定的财务状况的目标
只跟你的薪资牢牢的绑在一起。其实这组的朋友，我看到你们会有很多的可能。刚刚说过，你们其实会有贵人，这个贵人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房产，或者在于你想要的工作、你想要的这个事业中，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有不同的管道去帮助你。那如果是男性朋友的话，也有可能这个女性的这个贵人，她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伙伴，她是可以在金钱上资助你的。好，宝剑6，权杖2，好，正义牌哦。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真的是在离开一个不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跟过去那种孤单啊，或是被困住那种寂寞的心情告别了。你们会继续的前进，即使在这个前进过程中，可能会经历一些艰难，比如说在关系中，好，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啊，如果你因为刚刚前面说过，有些朋友你们会想要选择跟这个人继续在一起，你们的关系可能会经历过比较漫长的磨合的时期，可是你们只要好好的沟通，对彼此诚实，对彼此真心，找到对的方式，这一个道路其实可以海阔天空。那如果你选择是离开一段关系，那你绝对往前走，你会越走越开心，越走越顺利，你就会像刚刚说过，我们一开始抽到的这一张牌是愚者牌，你们会进入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态，不会每天提心吊胆，而是你觉得你可以享受来自宇宙的爱，享受身边的人给你的一个爱跟好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觉得在新的一年，至少在人际关系上啊，你们是那一种会得到很多善意的回应，会有很多回应，会有很多人愿意来帮助你，会有很多人想要去拉你一把的这个能量。那权杖2这边我看到有些人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变动，比如说搬家，或者是说出远门，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事业上是要去出差的。那这些变动对你们来说绝对是好的，所以不要害怕在工作上、在职务上的变动。还有就是你们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叠加上去，就是过去啊，你们曾经在哪一方面努力，或者说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件事情，以这个东西为基石，再往前迈进，你们会获得属于你们的成功，因为你们已经推开了这个成功的大门，往前走，其实会有等着你们的一个未来。你们真的可以会发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以及你要前进的方向，它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是你看到路了，你知道要怎么走，你知道要怎么到达，那个心情是非常满足的，然后你也会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你对你自己很有自信，然后可能还会脑中会规划出更多的想法，对很多的事情是更热切热忱的，然后更有野心想要去达成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事业上经营的不错，你想要去扩展它，你想要多请一些人手，或者说你想要去开分店，或者有些朋友你可能在感情中觉得跟这个人还不错，你们想要定下来了，你们想要朝下一个阶段迈进，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去走，往上去上升一个层次。那我觉得这张牌也代表说，其实从以前到现在，这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很努力，你们也值得获得一个很好的收获，你们绝对是值得这个回报的，值得这份收获的，所以你们就是可以抬头挺胸的去接受宇宙给你们的这个好运跟礼物。好，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在事业上也许你们发表的这个言论或者说思想，它被传播出去，可能是以出书或者是某一种这种影音的方式去传达你们的一个所思所想。很多朋友你们则是靠着很多朋友你们在工作上，你可以看到实际的很好的工作成果会产出。有些朋友你们还会去升到一个主管的阶级，你是可以去领导后辈，你是可以去教导后辈的。那如果有些人你们是这种家庭主妇啊，或者是说属于比较对内照顾家里的角色，我也觉得你可以看到在你的照顾下，在你的付出下，你的家庭其实运营的更好，或者说你的孩子其实都关系越来越融洽，或者说在课业上越来越能够去发挥他们的所长，你可以看到你的贡献，你的努力是有所回报的，而且是被看重的。
好，接下来这张牌有正义牌，正义牌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以前曾经伤害你们的人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因果报应，那个业力最后还是会平衡，所以你们不用去想说过去那个劈腿伤害我的人，或者说过去那个曾经就是说我坏话诬陷我的人，他怎么还过得很好，或者还怎么样，你会觉得老天是不是不公平？大家不要这样想曾经伤害你的人，他不会就是这样永远的一帆风顺，很可能就是在新的一年，他必须要为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得到报应，得到偿还。这些东西真的不用由大家亲手去做，你不用在脑中去想着我要怎么报复他，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负能量。其实宇宙宇宙会让这个业力平衡，他过去怎么伤害你，或者说怎么欺骗你的感情，让你多么的难过，让你多么的痛苦，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回来。很可能他会去终于明白他过去对你做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好，而他现在也遭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那还有一部分朋友我看到的是，这个人他有一点好，终于明白我当初这样做不对，我应该要好好珍惜你的那一种懊悔感，那一种心痛感，可是又已经没有办法去追回了。这种报复我觉得很可能对你们来说是最爽快吧，最开心的一个报复嘛，因为那个人好像终于去明白，其实你们当初是为了他好，只是他可能自己看不懂，或者说他被另外一个人蒙蔽了，以至于他做错了选择。而现在当时间拉开来，拉得比较久之后，他能够去分辨了，可是也有一点来不及了，因为你们已经在你们自己的道路上过得很好，已经可以自由的去飞翔，你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个伤痛的这个情境了。好，反而是这个人他走不出来了，过去是他很潇洒的离开，但是现在他反而有一点懊悔的能量。但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你们已经也不在意了，就是有没有这个正义的实现，对你来说其实也都不是那么在意了，因为过去的不公平你们会觉得已经过了，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过得更好了。当你回过头来去看，一切其实都可以释怀了，这是你们这一组的一个能量。好，我们的权杖六哇，这是一张有这个翅膀的白马，非常的漂亮。还有金币国王，还有 The Lover。 好，这几张牌首先呢，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在感情上，你们新的一年一定会有感情上的好消息，而且这个感情我觉得这个感情上的这个对象还真的很不错你看你们有权杖六，还有这个金币国王，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很可能会让你整个人在运势上大大的提升，大大的往上一阶，有点像是破圈你可以到了另外一个阶级如果是女生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们很可能遇到一个就是口袋很深很有钱的对象，然后他不是老的，我觉得他看起来是蛮年轻的也有可能是他年纪比较大，但是他维持的很不错。反正我觉得他的外貌上看起来是就是那种比较让人觉得是很清爽的一个气质，比较干练的，然后比较结实的能量。好，金币国王女生有机会遇到很有钱，然后外貌也还不错，很干练的一个对象好，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有金币国王的能量在这个事业上你们会成长的非常的蓬勃，你们可能会有自己想要出来当老板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在投资上有很大的一个很长足的一个进步。那男生朋友或是女生朋友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他除了在金钱上非常的实力，然后很务实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心这个人他很可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为他曾经淋过雨，所以知道怎么样子温柔的去对待你，温柔的为你撑伞。这个人很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是那种
可能有一点傲，因为他本身很厉害，或者说他本身可能条件很好，所以他在跟别人相处上是有一点点高傲的。可是我觉得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某方面已经把那个气质跟气息有点像是被磨平或是收敛了。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真的是满腔的温柔对你，给你很多的爱，给你很多的包容，给你很多的这一种支持跟鼓励吧。你觉得可以在他的身边中找到这种满满的很温柔的对待，比如说在你生病的时候他会递水给你喝，他会关心你，会买饭给你吃等等的一些生活上很细节的一个照顾哦。还有啊，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本身也随着这个爱情的能量被拉上来了，你们会对自己很有自信，你会对自己很自豪哦。你们可以去配得上这样子好的一个对象，代表你们本身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你们也就是不断的在前进的不断的在往自己的理想，不断的去把自己弄得更加的精致，不断的往自己的理想上前进。而且你们真的会一一的去破关斩将，你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关卡，会有很多的项目，你们会一一去度过。因此当你完成了一项事情之后，你又觉得你又成功了，你又比以前的自己更加的厉害，你们又多收集了一个技能。而且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很自由奔放的能量，就是你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获得成功，你们会成为注目的焦点。这个注目的焦点是因为你们愿意成为你自己，而不是听从别人的方式。你们很可能会成为某一个教材或某一个别人去颂扬的一个版本。你们的成功可能不是那种很典型的一个方式，可是绝对是令人注目以及令人称赞、令人惊艳的一种模式，很可能是一个黑马的模式。你们用属于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去获得你们的一个成功。这一组的牌我觉得有非常多阳性的能量，你们可以把想法实际的落地，实际的话去做出来。在金钱上很可能因为跟这个对象的结合，就是获得了满满的金币，也许也因为这个对象你们之前烦恼的这个房子的问题它就被解决了。好，他给你一些资助，或者说你们两个共同去买喜欢的地方。第二个是好，你们本身的这个实力我觉得也上升了。你们的灵魂可以对更高层次的荣耀敞开，而且你们的灵魂的频率更新了。这个更新会获得很多高频的能量的一个回馈以及对话，而且你们确实都可以去接收到这些能量，并且把这些机会全部都抓住。好，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在未来你们在对于自己的生活各方面的经营是非常的细心，非常的仔细的，由内而外都会把自己打理得更加精致。可能你们会去多多的读书，或是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充实内在的自己。在外，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妆容或者是服装仪容各种发型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更加的精巧，更加的美丽动人男生的话就是更加的舒爽，是很吸引人的一个能量。那你们还会我觉得更加的去愿意做很多的事情。你们会发现你过去很可能其实你们心中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但你可能都裹足不前。因为为什么？你们可能害怕失败，或者说恐惧你没有钱，或者说恐惧说这段感情不知道会走向什么地方，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距离那么远，到底要不要继续？我觉得我看到你们内心可能有很多跟自己的对话，来自于不自信，来自于恐惧。可是呢，新的一年我觉得这种恐惧的能量真的是一点一滴的消散你们更愿意主动去争取，主动去看，主动去尝试。即使有些东西失败了，你们也不害怕，因为其实你们有本钱，你们可以小规模的试错。所以这组的朋友在能量上，我看到你们更加的主动。如果你们过去是属于那种好，比较在感情中希望等待别人来就是给你主动的爱，主动的关怀，以及主动的邀约的话，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因为对于自己更加的有自信，你愿意去给自己多一些缘分的触动。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你很可能过去都要去确定说这个人可能对我有意思，你才愿意多主动一些，或者说才愿意多释放一些好感的话，我看见你们更加的去就是愿意去跟
对方多聊一点，或是多进行一些邀约。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有魅力。不要觉得这样子好像是自己掉身价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对方也会对于你这样子，我觉得主动的释出一些讯息，主动的去邀约，或者是说去谈话等等，他其实会对你有兴趣、有好感的。好，所以我觉得主动其实是可以给你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特别是你们的能量是吸引人的，所以你们真的不用担心说我去跟别人要求一件什么事情，或是说去跟别人说什么话，对方会不回应我还是怎么样，其实不用我觉得这一组你们本身的能量真的是会很去吸引人的，所以如果你们说有什么想要去尝试的，真的可以多多的去尝试，不管是在关系上，或者说在工作上，或者说其他的活动方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适合多多去体验、多多去看的一年。你也可能在单身的朋友，你也可能在跟比较假设你手边有几个对象在进行的时候，你可能在跟对方就是透过你多一点主动去询问的时候，也可以过滤掉一些你觉得是频率跟你不合，或者是你觉得有一些问题的桃花，你们也可以这样子主动把它去筛选掉，而不是被动的由对方来做决定。所以这一组的朋友，新的一年主动权绝对会在你们手上。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的好运解牌啦。那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帮大家看一看转运之后属于你们的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哦。好，来看一下第二组的一个牌哦。首先呢，这个是宝剑七。圣杯七，好，这个是你们之前的一个状况哦。我看到的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曾经好像被别人欺骗。这个欺骗是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些幻影，它好像是一个泡泡一样，一戳就破。这组的朋友感觉上你们过去有被一个很狡猾的人蒙蔽了。这个人他有点像是就是他的心没有那么好，但是他装作一副对你很好的样子。后来你们跟着他相处，就是跟他相处越来越久之后，终于发现这个人原来他露出了他的狐狸尾巴。他之前跟你在一起，跟你那么好，或者说跟你很亲密，原来呢他是想要从你身上获取一些什么，可能是获取你的金钱、你的肉体，还是你的一个美貌，还是什么东西的。这个很可能是，也许有些人你们听信了，就是轻信了某一个骗局。这个骗局让你损失了一些金钱可能他类似一个什么样子的投顾老师，或是说他可以就是宣称可以去帮助你赚取大量的财富，帮助你致富。结果你后来才发现原来他不是来帮助你致富，他其实是要来让他自己致富卖什么样子的课程给你。然后原来是一场骗局，或者是说在感情上你发现原来你一直以来相信的这个人，他好像并不如你想的是这么样子的爱你。有一些朋友看见你们人生有很多个梦想，但是在你越来越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岁数之后，年岁增长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这些梦想是不是都是幻影呢？它真的有实现的可能吗？我觉得你们会开始问自己，你们过去很努力吹出好多好多的泡泡，也希望这些泡泡都可以飞到天上去，飞得很高很远。可是这个东西你看前面宝剑七好像有一个人他确实说了什么样子的谎言，那这个谎言到最后就是跟着这个泡泡一起破灭了。所以有些朋友这个是双重打击，也包含你人生的梦想，或者说人生的一些信念的毁坏，再加上
崩塌，再加上这个有一个伤害你的人，所以你们过去可能遭受了某一个双重的打击，让你们陷入一个真的是动弹不得的地步哦。你看到这10把剑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也没有倒下，就是僵在那边，连倒下的力气都没有了。或是有些朋友，你们就是有一点在奋力苦撑吧，就是好，虽然有那么多把剑在我身上，还是会跟别人说哦，我没有事情，好，我很好。好像一个人就是真的背了很沉重的东西好久好久哦。你们过去感觉上真的是有一个比较纠结的能量，你们遭遇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痛苦，你们忍受了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精神折磨，而且有些人你们遭遇了这个东西，它是比较隐微的，你好像很难去跟人家说，你去跟人家说的话，别人还会说哦这个没什么，你想太多或是之类的，你好像觉得很难去具体的举证，或者说具体的去给自己讨一个什么样子的公道，然后这个又会让你们觉得自己的这个遭遇没有办法得到平反，这件事对你来说又是另外一种伤害，另外一个难过吧。说不定那个伤害你的人还在外面去跟别人说啊，其实没有，他很照顾你，他对你很好，什么样子之类的。接下来你们会有人他来帮助你们呢。这个人呢，他看起来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他要来帮助你。他站在一个很大的宫殿，他手里拿着他的这个权杖，他是可以来去使唤很多人去为他做事情的，甚至我觉得这不是使唤，是他的精神力感召，所以很多人愿意去听他说话。这个人讲话我觉得是如沐春风，给我的感觉他身上的这种光芒是很和煦的，但是他也有一个不怒而威，他也是有一种严肃感，也是有一个严厉感在，但是虽然有这个严肃感在，他又给人很温暖的一个感觉。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来雪中送炭，他要来给你送暖，他会去，我觉得他是有一种默默的探望你，默默的帮助你，默默的赞助你。好，这组的朋友很可能你们会收到一个神秘的礼物，或是说赞助商，或者是说你们在参加什么样子的竞赛选拔中，有人默默的去推你一把，帮助你一把。他可能是比如说在你面试的过程中去协助你模拟的面试，或者说在你考试的过程中，就是辅导你一些，给你一些相关的经验，或者就是他就是那个可以有生杀大权的人，他其实想要默默的去推你一把，帮助你一把，拉你一把，但是他不想要让其他人看见，所以他这个人他有点像是他都把自己整个人蒙起来了，看不到他的脸，但是我们知道他拿了一把花，然后撑着伞，因为什么？你的世界正在下雨，你可能感觉你们可能心理生病了，或是说身体生病了，他要来探望你，他想要给你点一些很温暖的这种芬芳，这种香气，或者说给你的世界点一些光，然后给你带来一束鲜花，但是可能他默默的为你行善，但是他就默默的离开，他不想要让你知道他是谁耶。看起来是这样子。我们会有一个雪中送炭的人物，然后这个人他是一个在那个领域，我觉得他是一个某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专业人士他真的是要来帮助你，可能会给你很大的一笔钱，如果你们是有经济上的一个困难的，或者是说你们什么样子的事业上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被卡住了，比如说你要调动，或者说你想要升迁，你想要怎么样子
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有关于这个升迁的制度，有关于福利的制度。好，这个人他其实是有权利去改变规则，甚至他可以把你从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拉出来，介绍你到一个好福利更加完善、更加有保障，然后也更加公平的，你看得见未来有前景的一个产业，或者是说一个公司去工作。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幕后的推手，他要来帮助你的。他其实为什么要给你们这束鲜花呢？我觉得他是看见你们身上的潜质跟潜力，然后当然你也是你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很可能你们在过去世曾经帮助过这个人，这个人他今天是要来报恩的，他今天就是要来还你们之前给他的一个恩情，所以他要来给你的生命带来很多很多的好东西。这个鲜花它就像你们的生命力一样，会很快速的绽放。我觉得你收到这个人的帮助，这个人的这个滋养，这个人的营养之后，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有精神整个人的生活状态、物质状态啊，都会变得非常的丰盛。可能你过去做事情好辛苦都是要花了很多的时间力气，得到成果只有一点点，或者是说你们就是在那个领域找不到头绪，你必须一直去试错，头破血流，然后还找不到方向。可是这个人一来，他真的是轻轻的手一挥就可以去扭转这个局面，让你们好像加速在前进事半功倍，做的比较少，得到的比较多，有一种哇，你可以去休息，然后你可以去享受，你可以去得到很多很多的收获。你们过去所受的辛苦在这个人在他的眼里他都有看到，所以他要去补偿你，甚至要去加倍的还给你。你们过去失去的那些东西最后其实都还会回到你的手里，回到你的怀里。好，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好，这张牌是战车牌。你收到这个人的帮助之后，你们整个人的能量状态是什么？好，我觉得你们会有一段时间是你想要放飞自我，你想要自己去闯，自己去冲，就是你会觉得哇，我全身好有活力我想要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有些朋友，你们的能量是什么？你们的能量就是往前冲啦，然后那个每一天起来唤醒你的都是热情，都是我要做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过去有一段时间你的人生好像停滞了，你的人生好像在一个很大的幻影中，你看不到方向，你甚至不知道努力有什么用，然后付出真心有什么用，最后都没有好结果。可是你们真的这个人，这个贵人这个很位高权重的人，有说话有分量的人出现之后，他就是来扭转你们整个人就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要做什么都可以去做。好，而且你们也不大需要背负太多很沉重的东西。你看这个战车这张牌，他画一个人很轻便，就骑脚踏车，然后要往前走了，走向光明，然后翻山越岭，他风光明媚，两旁有这么漂亮的风景陪着他们。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也许是一个人要出远门，然后去国外度假，度长假，给自己放假，或者说你们一个人要去国外工作留学或者说进修什么样子的这种能量，我觉得有你们有想要移动，然后去一个新的地方，展开一个新的冒险。好，新的城市，新的国家，或是你转换了一个新的跑道，对你来说真的是超级超级兴奋的。好，你们往前走了，你们很开心往前走了，而且背后这个贵人他真的是助你一臂之力，就是在你背后做你的后盾，做你的一个靠山。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福报真的是很多，只是过去你们一直觉得很辛苦，是因为过去有一些小人他真的是使了一些不好的手段，让你去相信，让你去以为你的命是不好的，偷走了你的心，或者说
偷走了你的钱，偷走了你的记忆，或者是说让你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它植入了什么样子不好的观念在你们的这个心中啦。然后贵人出现，他就是要来驱魔，他要把你们过去心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就是被这个坏人下降头，这些乱七八糟的坏念头赶走，你们会重新相信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是被祝福的。你来到这个宇宙啊，你过这一生哦，是要来好好的去体验，好好的去经验很多很多的事情哦。好，我们要来经验什么？我们就是要来经验很多的幸运，很多的丰盛，很多的财富。这个旋转木马跟这个圣杯七，它其实都有一个很梦幻的感觉，它象征着就是人类很原始、很纯真的那个梦想。像我们小孩子，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吹泡泡很开心啊，吹很大的泡泡，让这个泡泡去飞。以及我们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会做这个旋转木马，一直转，一直转，希望它带我们到一个很魔幻的世界，随着这个音乐起舞，很开心。但是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现在你们所有的梦想真的都要落地了。好，首先呢，大家过去你们失去的金钱啊，还有什么样子的名声啊，全部都要还给你了。好，过去你们跌的有多惨，被人家骂的有多凶哦，现在就是要100倍1000倍的还给你了。真的，在这个旋转木马上面，你们可以去，我看到它有两只马，2个人。第一个我觉得你们会有人跟你们同行，一起去享受这笔财富。那他很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好伙伴、好同志，在这条路上跟你们一起去接收很丰盛的财富。你们身边会有人的，不管他是一个伴侣，或者是那一种有革命情感的好朋友，或者是说心有灵犀的好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会破圈，你们会到达跟以前不一样的高度哦。好，比如说这一组的朋友，也许你们过去都是做这个经济舱，接下来你们会有机会去升等，对，你们会有一个能量的跳升，享受的东西都是往上升的。你们可以去做商务舱，或者是头等舱之类的，或是出门住的那个旅馆的等级不一样了，不只是5星级饭店，还是5星级饭店里面最高等级的那个房型、那个房间，然后有很漂亮的景观的那一种房间。大家不要想说我的钱怎么可能，我的薪水怎么可能负担？大家不要去有一个很限制性的想法，说你得到这些东西，难道一定要从你的薪水去付吗？就是宇宙要给你这些东西，不一定是要你从你的口袋去拿，就是拿出来去付，说我要用我的钱去升等或去订什么的，不一定是这样子哦。有可能是有些朋友你们去出差，然后这个公司去帮助你处理这些就是后续那些琐碎的事情，然后又给你去有一个比较豪华舒适的这个旅程嘛，给你做比较好的这个位置，还有给你去订的比较好的饭店，或者是说刚刚说过，其实你们前面就是有贵人帮你牵线，你们会有很多的资源，你们可以去洽谈。好，这个是宇宙要给你的礼物，所以好，可以给你们的方式真的是千百种，我觉得应该有非常多我的脑袋想不到的方式，但是宇宙会用它的方式去给你，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你们接收到这个方式也会很不一样。那接下来这个金币4你们把钱牢牢的握在手里，代表说哇，这一组你们的这个财富它是可以去聚集，它是一个累积的。这张牌是这个女生她手中握着钱币，有一个钱币，然后她的脚下还有3个钱币。那这边有一条路，这个路是通往大海的，所以这一张牌我觉得非常的辽阔，跟前面这个你们的贵人看的
景色其实很像。这个贵人他也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宫殿，他去看漂亮的一个山啊、海啊、日出哦。那这一组的朋友，我感觉上哦，第一个你们是想要物质上的丰盛没有错，但是我更感觉你们想要的是灵魂上的自由，精神上的一个自由，就是你们，因为我看到你们的牌都有一个很开阔、自由自在的能量。我觉得你们除了想要钱没有错，但是你们更想要的是自由。你不想要成为一个笼中鸟、金丝雀，就是每天锦衣玉食，但是你没有办法自主，没有办法去自由的表达，没有办法去做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你们更加想要的是有足够或者是丰盛的金钱，但是你们是可以很自由的，那你们绝对可以得到这种自由。而且我觉得你们可能过去一直想的是照你目前的薪水，然后照你目前想要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应该说你觉得以你目前的状态，你可以赚到一个足够生活的薪水，但是你们没有想过这个薪水其实是，或者说你们的收入来源其实是可以很多元的，还有你们得到的这个财务上的祝福其实是很丰盛的，比你想的更多，而且这边真的是不限于你的单一种收入，不限于你的薪水，你们的财富来源真的是有很多，除了你现在的工作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是受到祝福的。大家要想哦，比如说你的健康状态是好的，它也是一个祝福，因为如果你健康状况不好，你可能要花很多钱在治病，然后每天病恹恹的。第一个，你健康状况好，它是一个祝福；第二个就是你行事都很平安，你的精神状态是好的，你不用每天担忧什么事情，它也是一个祝福。那你们如果可以用一个很合理、很划算的价格去买到你想要的东西，甚至是别人送你的、免费得到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一个祝福。所以我觉得大家你要想哦，你们的祝福真的你们的这个祝福，或者说你们这个金钱上的来源啊，真的不是单一个只依赖你现在工作的收入这件事情，它有多种多重的祝福。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可能会烦恼说你到底要去哪里找钱？比如说你们如果就是有家庭的，还要去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开支，很多很多的烦恼嘛。好，接下来我会觉得很多东西，比如说你们所想要得到的服务，或者是说物资什么，也许宇宙就会送来给你啊，它并不需要真的去让你去用你的金钱去交换，真的是宇宙要给你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有可能有的人就是想要去借由你来打知名度，因为刚刚说过，我觉得你们会上升到不一样的高度，也许你们会有很多的公关品，或是会有很多的一个赞助者来帮助你们。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隐士牌哦，哇，这一组的朋友，我真的觉得你们其实有钱了之后啊，你们更想要的是，比如说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或者说跟你自己好好的在一起，好好的去沉淀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哦。我觉得你们是一个会往内修的人哦，你们不会说我拿到钱了之后就是很毫无节制的这个乱花哦，就是上天给我多少我就把它花完。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好，你享受够了就好了，你还要去修炼你的身心耶。这张牌啊，在看书哦，所以你们跟那些这种欺骗的这个小人的能量、狐狸的能量，这种很自大的能量不一样。你们知道你们自己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可能你们也想要像这个贵人一样，你想要去帮助人。那在帮助人之前，要先去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你想要去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有更好的一个成就，你想要去达成你的愿景之前，你还是要必须先去补强一些财务的技能，或者说工作的技能等等的。这个就是我看到你们身上，当你们得到了源源不绝的财富跟幸运之后，你们的一个能量哦，这边有星星，你们的心愿其实非常的清楚，
你们想要自己好，也希望自己可以对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贡献，你们可以走到这个今天的地步啊，我觉得真的是在各方面都已经满足了、完满了，因此你们会想要为其他人去做一些事情。在此之前呢，很多朋友你们真的是顾自己就来不及了，顾说啊我的这个吃穿用度啊，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来去为我的生活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况，我要怎么样子买房子赚钱等等。很多时候当人就是最基础的这些生活安全需求、情感需求都没有办法，就是都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其实你们不会想到更高一层，你想要去帮助人，你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一点点事情。好，但是我觉得到了这2张牌的这个能量，伙伴有了，或是感情对象有了，钱也有了，而且钱越来越多，各方面的祝福都来到你这边。前面还是一个很宽广的海，这个海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资源。接下来你们在做什么呢？我觉得你们更加在累积自己的福报，你们想要充实自己，你们还想要做一些好事，难怪你们这一组会那么的有福报，因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抽到这张牌走到这个样子，很多人真的就是暴富之后就是衰落了，走下坡。可是你们这一组可以去守财，可以去修炼。我看到你们还想要去还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有些朋友你们还可能会去成立自己的奖学金，或者说基金会，或者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去捐助嘛，或者说每个月固定去捐助一些物资给需要的小朋友，或者是偏远地区的一些弱势的孩童或者动物什么的。你们真的有心欸，这个东西会让你们累积更好的一个福报。好，Ace of Swords， 你们可能会去签署什么样子的文件哦？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朋友，你们的那个能量它是上升到会有东西是以你的名字去命名的，比如说学校，或是说一个什么样子的物件，我不知道，或是你们去签署一个合约，或是签名吗？比如说别人来找你签名，你的书啊需要签名，或者说你的专辑需要签名，什么东西，你的这个名字是很珍贵的，有这样子的能量出现哦。好像签了这个名，就是这个东西本来很平凡无奇，可是因为你们的签名加持，因为有你这个人用过这个东西，经验过、体验过，或是说过这句话，就赋予了这件事情这个平凡的文字很不一样的意义。你们签名的地方飞来一只美丽的蝴蝶，其实后面还有非常多的蝴蝶，代表说你们的名字已经不一样了。当你在念你的名字的时候，它不单单只是你的名字，当你写你的名字的时候，它不单单只是一些文字的堆砌，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力量的，它对于别人来说是有影响力的。好，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命运就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开始翻转。这个大人物，这个位高权重的人，他跟你结缘之后，你们的生命真的会变得很不一样。而且很多朋友你们真的是在事后才知道，这个人默默的帮助你，默默的推你一把，你们到最后我觉得也会走到去帮助别人的这个能量这个道路上，你也会成为别人眼中的一个大人物，别人眼中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头号的标杆顶流的这种人物。好这个圣杯皇后你们会有很浪漫的爱情然后这个爱情它不是柏拉图式的，它一定有这种亲密的接触，可能会洗鸳鸯浴，或者是说我觉得至少你们在肉体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欣赏彼此，这个人的这个身体让你好满意你很喜欢，然后对他很满意。
好，你们两个会有很多这种晚上啊，两个人啊私密的那种亲密的床边对话，或是会有一些很甜蜜的那种讯息啊，就是每天看到对方的讯息就会想笑，很期待，充满粉红色泡泡的这个恋情。有这一组你们的感情是有重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会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都有一种含情脉脉，然后有一种害羞的能量。觉得在这个恋情，它真的会去让你很走心，搅乱你一池春水。尽管你可能觉得啊，我已经很久没有为一个人动心了，或者说我很难去喜欢一个人，可是我觉得真的你们会有那种恋爱的感觉，小鹿乱撞的感觉。单身的朋友，你们可以期待一下。那如果你在稳定关系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很可能，你会在对方身上重新去看见，重新被温暖。就是如果你还是跟你这个身边的人走下去的话，我觉得你会重新在这段连接中去看见很多的爱，看见很多的温暖，重新的再一次的被感动。好，你们的最后一张牌，这张牌真的是超棒的祝福看这张牌是这个皇后牌哦，皇后牌它是一个妈妈的能量哦，她很细心的去准备非常多丰盛的野餐的这个食物，而且这个皇后她超漂亮、超美丽的，很年轻的一个能量哦。好，这张牌哦，如果你们是这组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女孩子的话，我觉得这完完全全就是你们的一个能量所在哦。走到最后啊，你们会发挥你们母性的这种，我觉得所爱吧，或是这种特质吧，你会去把你所有拥有的分享出来。你们真的拥有很多，因此你们想要分享出去，很多人都可以透过你的手，透过你的嘴，透过你的就是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你身体力行的一些行为啊，受到你的影响，受到你的帮助哦。你们给我感觉真的是有妈妈的能量，助人的能量哦。好，不管你们几岁啦，其实你们都有一颗很包容跟很关爱的心，而且你们绝对会有照顾其他人的一个能力，你们绝对有分享出去的能力，你们本身是超级丰盛的，不管是在精神上跟物质上也好。那如果是男孩子的话，我觉得这个你们真的是超级幸运的，很可能这个单身的男生期待一下，这个年轻漂亮、好长头发、可能有染发的女孩子哦，而且她的外形是非常的凹凸有致，就是非常非常有女性魅力的一个女生，她会来带着她满满的丰盛来照顾你。她并不是很依赖的人，我觉得她是一个精神上很独立的人，而且她是可以千变万化的。你看她可以去做出这一手丰盛的美酒，这一桌这一席丰盛的美酒佳肴来宴请很多人，代表这个人不光只有美丽，他还有很棒的这个内在的智慧，因为他有想要去帮助人的心，他想要去招待你身边的朋友，帮你打好人际关系，然后他也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厨艺，他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呈现摆盘铺陈，然后怎么样去煮这些食材，你们会找到一个就是内外兼具的美丽的漂亮的女主人。所以最后你们在感情上的讯息也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羡慕、令人神往的一个能量。好，以上就是有关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都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新的一年来临之后呢，新旧能量转换之际，送旧迎新你们会有什么样子值得期待的好消息？宇宙有什么样子的礼物要送给你们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哦。宝剑八圣杯10。权杖3
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一开牌耶就有圣杯10，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能量啊，是关于一个梦想的实现、目标的实现呢。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时间、你们的金钱、你们的才能用在哪里，你们的心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宇宙啊，好像要跟你们沟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现在心之所向，你们想要去哪里？你们真正想要去的地方是什么？过去你很可能一直都在忍耐，有没有？你们很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鸟，现在你们已经要出来了，因为这个笼子太小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去关注你们了。关注你们这只鸟，你们不再是笼中鸟，你们要出来了。但是有些朋友，你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你们好像忘记要怎么飞了，因为你们过去真的是忍耐太久了，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你一直觉得你很痛苦，你需要别人来帮助你，所以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好像你的眼睛被蒙蔽了，然后你觉得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也会小心翼翼，很害怕，因为你觉得前方啊有好多的宝剑，前方的路好像都很可怕，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是其实啊，我觉得现在啊，你仔细看一看，你身边已经没有那个坏人了，已经没有守卫了，已经没有要害你的人了。其实你的脚啊，可以自由的去移动了。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的眼睛啊，也没有布幕了，你们其实是可以去飞了，只是忍耐太久，忘记怎么飞，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可能一直以为你是弱的，你需要别人救援，你需要宇宙来帮我，你需要身边有人来帮我。其实这张牌一出现，告诉大家，你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在蛰伏期间，在沉潜期间，其实你们的身体啊，真的已经长得比你困住你的笼子还要大了。所以大家要相信，你们内在是有潜质，内在是有力量的。所以宇宙要跟你们沟通什么？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你们内心究竟想要做什么呢？你内心真实所想要的那个圣杯10，那个真实的景象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去追寻的，甚至有一些地方它是陷阱，它是一些诱惑。这世界有各式各样的美好。那对于你们来说，什么样子的生活，什么样子的幸福才是你想要去追随的呢？宇宙想要去问你，宇宙想要跟你去沟通，很可能你们再去找你们的梦想，你们的终极幸福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你需要不断的尝试。那你们在尝试的每一次的尝试的过程中，你要记得你最终想去的地方，或者是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去哪里，可以在每一次尝试的过程中去感觉、去体验、去了解现在身心的状况，那个东西是不是你所想要的？因为宇宙真的是要回应你们的订单，但是你们必须要先确立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你以前小时候想要的东西跟现在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嘛，那宇宙究竟要给你什么呢？很可能你现在下订单之后啊，好，过一段时间宇宙给你了，那会不会当你收到这个你想要的东西，你当初很心心念念的这个礼物，或者是人还是一个什么东西，等到你拿到手的时候，因为心境转变了，因为时空环境转变了，那个礼物你反而觉得不是你当下需要的，它会不会有一个延迟？所以对你们来说啊，究竟心中所想要的那个真实，那个愿望，那个梦想，那个幸福是什么呢？权杖3它也代表的是一个摸索的牌哦，一个窥探未来有什么样子机会的牌。我看到你们绝对是想要在人生中更往上一层，那个决心非常的强烈，只差临门一脚。我看到很多朋友真的你们已经下定决心，有的人是要离开，有的人也是要回归，所以就是有的人可能很想要去出国去闯一闯，有的人可能是你觉得你看够了，你玩够了，你都经验过了，你想要回到原本的一个地方，或者说你想要回归家庭什么之类的。所以不管是回家，或者是说离开家启程，我觉得都有这样子的能量。你们下定决心哦，究竟想要去哪里呢？你们想要去看山，还是要看大海，还是你们在等某一个人的归来呢？好，这一组的朋友啊，
你们要真心的去核对，宇宙要真心的，就是宇宙要让你们真心的去思索，你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一张牌你们这些牌出现的能量，它很厉害，它有一个扩大的讯息，就是不管你们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它都是10倍、100倍的回报给你，令你觉得很欣喜的一个消息，一个通知。你们会觉得收到这个东西比原本想要的还要好。比如说你原本可能在祈求想要订单，结果现在是满单爆量，然后那个系统都因为太大量了宕机了，或者是说你收到等待已久的通知，不只是一个，还有好多个同时可以选择，还有你们是有机会去主动的在很多的选项中去做一个决定的。这一组的朋友在新的一年的那个心情是正向的，是积极的。那我看到的是你们可以活用过去的经验去获得一个很好的，比如说商务上的合作，或者是说你们会获得一些资金的挹注，扩大你的事业，或者是说在工作上你跟某一个人去签订新的合约等等的，就是这一组的朋友在事业上有很多很好的一个能量在，你们有更上一层楼，或者是说更远，就是把你的影响力扩张到更远的地方。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会遇到一个，可能不止一群价值观相似，可以互相理解的对象。你跟他说的话，他其实是懂的，他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回应，不用觉得说沟通起来会很不舒服、不顺畅等等的，大家不要担心。过去你觉得那些恐惧的，让你睡不着的，或是很烦心的，譬如说每天都要去面临某一种通勤很长时间的疲惫、塞车然后怎么样子的开会，或是什么样子的流程，你每天都要去必经，但是你想到就觉得很烦或很紧张。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它是一个很光明的未来，你们是抱有很大的一个希望的，而且你们会知道你现在在走的路，它是有大幅的成长的，它不是一条死路，它未来绝对会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你们现在真的很像在这种要起飞了，要冲了，或者是说你刚刚说有些朋友是回归，你决定要回家了，你要回到一个很安稳的所在了。你们做好决定之后，真的就是会往前走，你们会达到一个你们所想要心中的理想状态的一个高峰，而且身边会出现愿意协助你的人，愿意配合你的人。好，很厉害的能量。然后我们直接连接的是权杖女王跟魔术师。哇，你们这边是怎样？圣杯十还有金币十，你们圣杯十跟金币十都出现了，感情上跟金钱上的美满丰收都在你们这一组，然后你们还有魔术师。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做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为了去实现什么样子的理念呢？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你们有魔术师的能量，所以你们会去影响很多的人，会去创造很多的东西。所以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想要去做，比如说教育事业，或者是说去做艺文产业，或者是你对于你身边的后辈，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理念想要传递，可能也不见得是后辈，就是你想要在这个世界中留下什么样子的作品给别人看，去传达出什么样子的理念。我觉得魔术师这张牌，它其实有一个他会用他特立独行的方式获得成功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可能真的会成为某一个领域中快速成长的这种独角兽的能量而且你们的行事风格我觉得很特殊，真的就是人家一看到就是知道这个是你独有的行事的风格，不受条条框框传统的规范所束缚住，这个是魔术师的能量。
那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也是你们本身的行事风格，所以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我觉得如果你们是跟这种艺术啊、创造啊，或者是说脑力激荡，不断的每天在想解决的方案哦，不断的在进行一些突破的，或者说不断的进行创造的。好，这组牌的能量其实真的看出来，你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创造力。这个女生啊，她正在画画，她的画中有什么？她的画中啊，像我看到有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哦。也许她画的是她自己，也许她画的是她的一个理想。无论如何啊，你们心中所想的，你们心中所想要的这个理念啊，你们会确确实实的把它做出来、实行出来哦。魔术师他就是会实际的创造出把无变成有嘛，然后他会运用4大元素的能量把它结合，真的是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权杖女王她是一个有头衔的，你们是女王，所以你们会获得人家的一个尊重，你们做的事情会获得人家的尊重。而且你们会确确实实的去完成某件事情，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浮夸的、华丽的、虚幻的东西。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就是很多人很会去说，很会去感染，可是一说到执行层面，他们就是会没有办法实际的去完成，所以会造成这个泡沫的一个破灭。但是你们你们真的是有理念，而且你们会有执行的能力。你们本身有执行的能力，而且你们身边也会有伙伴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要确定你们想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是宇宙一直在跟你们沟通的。因为如果你完成了这件事，可是你的心却在其他的地方，你们最终还是觉得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你会迷失。你们确实可以完成一件事情，你做的那件事情，它会取得巨大的成功，所以你们要小心留意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想要让什么东西获得最后的成功呢？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只要目标正确，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我看到你们可以去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维持一个很长的生命力很长久，或者是说可以持续赚钱、持续获得回报的一个投资方案，或者说你们可以待在一个这个产业，它是往上发展的，然后它是可以赚到钱的，它是可以长久待下去的，这个福利制度是好的，升迁是透明的，或是如果你们自己出来闯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很有前景的，你就是确确实实看到10个金币落在你的口袋，而且它可以去喂养你跟你的家人，如果你们有小孩，如果你们有宠物小猫咪，都可以吃的超级饱，不只是饱，还可以去，我觉得是物质生活上可以过得很精致、很悠闲，这样子的闪亮的一个发光的能量。好，你们是女王，所以我觉得后面会有人为你鼓掌，有人去为你抬轿，有人想要去帮助你，你们本身的魅力真的会有人愿意去追随你，成为你的粉丝，为你鼓掌，是无偿的，他就是想要帮助你，心之所向，不管是被你的外表迷惑也好，话术迷惑也好，就是被你感染啦，就是很欣赏你，想要去帮助你的人是存在的。然后你们金币的能量真的是超级满的，满到可以去，我觉得不只是养活你，还可以养活你跟你后面的，如果你有家族，如果你有家人的话，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吃得很好，穿得很暖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宝剑2，有这个圣杯国王，还有这个圣杯6。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在接下来你们会在人际关系，或是说在某一个事业的这种分歧的一个选择上，你们会
认清现实，为自己设一个停损点，你们会做一个抉择啦。我觉得是在某一个两难的困境，然后你想要去选择，比如说你是跟某一个人在分分合合的过程中，你终于确立了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你设了一个底线，然后你决定离开这个不对等的关系，或者是说你决定跟这个人重新的去和好，重新的去修复，重新的去牵彼此的手。无论你们做什么决定，好，我觉得这个决定对你们都是有益的，因为你们本身很聪明、很清晰、很理智。你们最后做下决定之后，可以获得重生。好，在关系上，你们可以跟你们所想要的那个对象充分的沟通。我看到这段关系啊，对你而言，它是一个充满像圣杯国王一样包容的一个能量哦。你们接下来遇到，或者说接下来你们在人际关系的这个能量是，我觉得你会感到你很受到尊重，很受到包容。这边有国王跟皇后的能量，所以不管你们是男生女生，你们的另外一半的能量跟你非常非常的对等。你们一个是国王，一个是皇后，强强联手，而且懂得互相的尊重，懂得互相的帮助。你们虽然也会吵架，因为你们就是国王跟皇后，也会有意见不合的地方，可是没有一个人需要去忍让，没有一个人需要去委曲求全。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会待在适合的人身边，舒服的过，以舒服的姿态在相处，所以身心状况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如果你过去像宝剑八一样，你被关起来，你被否定，就是你一直被打击打压，不知道你自己的价值，我觉得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你们是国王，你们是皇后，你们真的是你们的能量就是天生要发光的、闪耀的。可是你过去可能好长一段时间，可能都陷在一个不对等的、不平衡的关系、不平衡的一个合约，而且又找不到脱身的方法，然后让别人一再的侵犯，让你以为你真的是一只不会飞的鸟，你只能被人家丢石头，你只能默默的哭泣。其实牌的能量告诉你，你们就是国王，你们就是皇后，你们就是魔术师，你们有圣杯，你们有这个圣杯十跟金币十，所以你们真的是在感情上跟物质上你都可以非常的丰盛。你们不用在一段痛苦的委屈的人际关系这种职场环境中挣扎。好，也许过去生活给你带来各种选择题、各种问答题、各种情境题，让你每一次都觉得你要去应付这样一再出乎意料的情节变化很烦。你可能过去觉得每一次你都是在被动的回应别人给你的要求，别人提出的质疑，你觉得你都在退让，你都在想要找出一个好，是不是你退一步，然后这个局面就可以好，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继续下去。其实我看到这一组的朋友，你过去把自己缩得太小了，每一次退让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自己的立场，模糊了自己的界限，然后你手中的这个筹码也慢慢的失去了。接下来你们的能量完全不是这样，你们是受到包容的，你们是受到关爱的。在天平上，你们的砝码是等重的，你跟你重要的心爱的这个伴侣啊，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是平衡的。而且很棒的是，你们不需要在爱情跟面包中做抉择，你们两个都会有，你们可以去取得平衡，不会说我要追随爱情我就要饿肚子，或是说如果我去冲事业我就没有钱。我觉得这个是两个都理所当然的，你需要去拥有的。如果没有如果没有金钱，没有物质的底气为基础，这一份爱情很可能最后就变得贫贱夫妻百事哀，有很多的生活上很多的细节，很多的不堪会争吵会浮现。然后有金钱确实可以让人心情比较好啊，就是生活上的体验各种都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
不要去想说我是不是有爱情就没有面包，有面包就没有爱情。你们这组能量就是两个宇宙，就是两种都要给你们，身心灵的滋养都要有，好吗？好，然后我看到的是你们这边的能量，刚刚说过你们有很强的执行力，但是不是要你们好像什么事情都揽在身上去做，就是好像你们过去可能真的是那种事情一把抓，你觉得你不做就没有人做，你也不但会去拒绝，不但会去放下。可是现在你们是优雅的女王，你们是这个有掌握这个金币石的能量，其实你们要的是很轻松的去推动事情，用你的魅力让别人为你做事，用你的魅力去取得这些金钱，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头脑，而不是好像很辛苦的每一天就是忙到都不能睡觉，忙家务，然后忙工作，然后就是压缩到自己都没有什么样子的时间。好，其实你们不用再借由拼命的付出去证明你们的价值。这一组的朋友真的，你们过去做的太多了，你们很可能觉得我不做那么多我就没有钱啊，我不做那么多，我不努力提升自己就没有人爱我啊。其实不是的，宇宙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们本身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值得被珍惜，值得被爱的，你本身的存在就是充满价值的，所以你真的要去跳脱，去断开一些捆住你的思想上的锁链，去做你真正喜欢做的事，去成为你真正喜欢的自己。我们这边圣杯6我觉得它有一点回到孩提时最纯真的那种爱，最纯真的那种舒服美丽的一个姿态。你是你生命中的主人，你握有你自己人生中的方向盘，所以你要决定你生命、你人生究竟要留下什么，其他的不要的就放手吧。而且我觉得这组很特别的是，当你不要去做那么多的时候，其实你们拥有的反而更多。它有圣杯6这张牌，我想就很像是回到这个小孩子的那个童话的世界中，在童话世界中，我们是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想象什么都是非常美好的。然后还有这种两小无猜啊，纯纯的这个爱恋，可能你们以为这个过去只能存在梦境中，宇宙告诉你说不是的，它就是你的实相。看魔术师就是要去实现你小时候最想要成为的你自己，最想要过的生活，或者是说会让你回到孩提时代，你不需要去担忧，每一天起来都充满了喜乐，很开心。好，接下来呢，看到的能量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很可能会去学一个新的技艺工作以外新的技能，比如说你会去学一个语言，或者是学花艺、学烹饪，或是学一个身心灵方面的一个技能，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手艺，什么样子的运动都有可能。你会去学一个新的你想要探索的有兴趣的这个领域，那你也会找到，你看这边有一个仿效的对象，很可能你是看了别人在这一方面很厉害，你也想要跟他一样，你也想要去学习。然后在这个新的学习项目、新的学习领域中，我觉得你们非常的热忱，非常的投入，每一天都是很开心的，不管它是一个身体上的律动，还是一个脑力激荡，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手艺你们都是满怀热忱的栽到那个里面，然后会发现越学就是越有兴趣，很可能是跟你自己健康相关的，也许你就会找更多的知识来钻研，并且实际的去运用。对于你们来说我觉得你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充实。那这里还有一个讯息，就是你们会从你们日常生活所做的事情，就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中去得到金钱。比如说呢，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把你的生活日常拍成影片，然后上传，或者说你去分享一个你已经会的一个技能技艺，分享出去教给别人，你可以透过这个来赚钱，或者是说你们本身的一个天赋一个特长，你去运用，你现在就已经
会的，现在就已经拥有了，或是说你已经使用这个技能很久了，也许是祖传的，或是什么样子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会给你很多的金钱的，它是会给你这种财富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你们的最后一张牌哦，最后一张牌是国王牌，站在世界之巅，站在世界的顶峰，你们所有的美梦都会成真哦，各种惊喜，感情上的惊喜，金钱上的惊喜，还有这一组朋友，我觉得你们有一个站在最高峰，看透一切了，就是你们可能过去啊被困在笼子里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到底是谁困了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内心可能会有很多的愤恨。可是当你们站在不一样的高度的时候啊，你突然就去明白了。你们好像突然去知道，过去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当时这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甚至你看到这个人他身上的一些弱点、软弱、脆弱、不好的，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过去的某一个心结，我觉得你们会去释怀，或者是你们会去原谅，因为你可能觉得，现在想起来，这些东西已经不去影响你，甚至你有时候去想一想对方的这个作为，你会觉得有一点可笑，有一点可怜，或是有一点可惜，有一点遗憾，还是怎么样子的心情，你们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你们已经站在不一样的高度了。前面那些人生经验啊，真的是一次一次的堆砌你，一次一次的成就你，你的命运就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你们确确实实的可以去站在一个顶峰，站在那里，站在最高的地方，我觉得所有的伤痛都可以被原谅，一切都可以被治愈。看待一切，或者是说一切都云淡风轻了，过去那些小人啊，其实很难再对你产生影响。整个你们周遭的这些云啊，这些雾啊，都是一个光跟爱的能量。你们的频率啊，震动来的也是一个高频的好的爱的一个能量。周遭我觉得你们被很多的守护天使的能量包围着，甚至有一个不动如山哦，就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我觉得你们就是那一种内在其实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有力量，就算外在有什么骚动，你们也是不动如山，很平静，因为大风大浪都看过了。那些小伎俩或是有人要做什么，其实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去知道这个人的坏心思，或是知道这里有什么诡计，就可以去先把它揭发，或者是先下手为强。其实别人也不敢动你，你们已经到达了这样子的一个高度，你们在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啊，真的会变成那个领域的一个专家。而且你们前面有这个保健室嘛，你们可能真的是会静下心来休息、修身养性，或者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好的去钻研自己的一个兴趣，自己的一个嗜好。你们真的是会有时间跟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不会说生活只有上班，每一天都被上班填满，然后好像下班就非常的累。我觉得这个兴趣啊，业余之外在做的事，以及你自己修身养息的这一部分，它反而是你的推手，你的一个催化剂，它可以让你每一天更加有期待，更加有动力，并且它也能够去帮助你在事业上就运转的更加的顺利。也许你一开始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关联，或是说没有什么相关的，但是它背后有一些逻辑，或者说有一些解决之道，有一些想法是可以去相通的。还有这组朋友，我觉得新的这个大运来的时候，其实你们会很忙哦，可能有些朋友你们会有自己的斜杠，或是开启新的事业，有些人则是你家庭中会有新的成员，你要去为了照料新的成员去想，或是说去计划一些事情，然后在忙碌的时候，你们生命中还会有很多新的机会来到，所以我看到你们是忙得很开心，忙得很高兴，而且每一次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都把你推向一个新的一个另外更高的一个高度。你们不仅本身可以成为别人值得信赖、别人值得依靠的人，你身边也会有伙伴在帮助你，你身边也会有令你觉得可以很发展亲密关系的爱人或是家人作为你的一个后盾。
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能量有对应到你们的话，就快来领取第3组朋友你们的好运吧。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